过期药品对人来说是毒药，但对花来说就是灵丹妙药。比如维生素 E 可以促花，抗生素类的头孢可以促根旺根。快来看看还有哪些药有这么神奇的功效，以及具体要怎么使用。花友们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介绍5种过期药片的使用方法，也总结了一下按照药品的功效分类，每一类药品对养花都有哪些奇效。头孢。头孢是一种常用的抗生素类药物，经常用于治疗呼吸系统的疾病。头孢内的药物成分对植物也有很好的效果，它可以防止细菌和真菌的感染，促进生根和开花等等。如果你家里有一些过期或剩余的头孢，不要扔掉，快用它来养花吧。大部分头孢溶于水后会呈现中性，这对于大多数花卉来说都是适宜的。我们可以在浇水时加入1粒头孢胶囊，可以防止细菌和真菌的感染。特别是一些花友，花养着养着就会出现根腐、枯萎、落叶等症状，这是因为根系受到了细菌或真菌的侵袭。为了避免这个问题，我们可以在换盆或扦插时，将根系浸泡在头孢水溶液中，让它起到杀菌和抑菌的作用。此外，头孢还可以促进植物的生根和开花，可以刺激植物的细胞分裂和生长，从而促进根系的发育。为了让花卉更容易扦插或换盆，我们可以在扦插或换盆时将根系浸泡在头孢溶液中，让它起到促进生根的作用。同样的，头孢也可以促进花芽的形成和开放，从而让花卉更加美丽。为了让花卉更容易开花，我们可以在开花期间每隔1周喷洒1次头孢溶液，让它起到促进开花的作用。头孢类的药物几乎每家都有，如果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请记得给花花一个小红心，并转发出去，帮助更多的花友。绿霉素眼药水。绿霉素眼药水是一种治疗眼部感染的药物，它含有绿霉素，这种物质对植物也有很好的效果。绿霉素眼药水可以防止细菌和真菌的感染，提高叶片的光合作用，延缓老化等等。如果你家里有一些过期或剩余的绿霉素眼药水，那么也可以变废物为宝物了。养花过程中，一些花卉容易出现叶斑、锈病、白粉病等症状，这是因为叶片受到了细菌或真菌的侵袭。为了避免这个问题，我们可以在喷洒叶面时加入几滴绿霉素眼药水，从而起到杀菌和抑菌的作用。此外，绿霉素眼药水还可以提高叶片的光合作用和延缓老化，还可以抑制植物体内的呼吸作用，从而减少能量的消耗和二氧化碳的释放，让植物更加茂盛。同时，绿霉素也可以抑制植物体内的乙烯合成，从而延缓植物的老化和凋谢，这样就可以让花卉更加持久和鲜艳。不要以为只有西药能对养花有所帮助，后面介绍的中药对于养花来说更是效果惊人。如果你不常吃西药的话，可以看看后面关于中药渣的介绍。水杨酸片。水杨酸片对水浇花，根不腐，叶不烂。水杨酸片的作用是解热、镇痛、消炎、抗风湿以及抑制血小板聚集，经常用于发热、感冒、流感等。水杨酸有抑制细菌增长的功效，家里不用的复方水杨酸片可以给花花草草用一下，不但可以预防病菌感染，同时还可以促进花草根系的健康。使用时，拿出1粒复方乙酰水杨酸片，从中间1分为2，取片碾碎成粉末状，然后倒入大约为2升的清水里进行搅拌。每个月定期的给花卉浇水1次，可以预防植物的病菌感染，能够预防花卉的烂根和落叶。特别是冬季通风不通畅的时候，每个月浇1次，可以有效预防病菌繁殖，与多菌灵有同样的功效。中药渣。中药渣大部分都是植物的茎、叶、花、果实，还有部分矿物质，含有丰富的有机物和无机物，这些东西都是沤花肥的绝好材料。使用方法也简单方便。首先我们要找来一个大大的容器，然后在容器下面铺上一层土壤，
然后在土壤上面再铺上一层中药渣，然后再铺一层土，以此类推。发酵结束之后，就是绝佳养花的肥料。阿司匹林片。关于阿司匹林的再利用，之前曾经介绍过，这次又发现了新功效，所以再次分享给大家。阿司匹林片溶于水后会呈现弱酸性或中性，这对于大多数花卉来说都是适宜的。我们可以在浇水时加入一片阿司匹林片，让水变成弱酸性或中性，从而调节土壤的酸碱度。除此之外，阿司匹林片还可以增强植物的免疫力，防止病菌侵袭。水杨酸是一种植物激素，它可以诱导植物产生一种叫做系统获得性抗病性 SAR 的机制，让植物对各种病原体产生抵抗力。为了避免花卉生病，我们可以在喷洒叶面时加入一片阿司匹林片，让水变成弱酸性或中性，从而增强植物的免疫力。此外，阿司匹林片还可以促进植物的生根和开花，可以刺激植物的细胞分裂和生长，从而促进根系的发育。为了让花卉更容易扦插或换盆，我们可以在扦插或换盆时将根系浸泡在阿司匹林片溶液中，让它起到促进生根的作用。同样的，水杨酸也可以促进花芽的形成和开放，从而让花卉更加美丽。为了让花卉更容易开花，我们可以在开花期间每隔1周喷洒一次阿司匹林片溶液，让它起到促进开花的作用。除了上面介绍的5种药品外，药品按照不同的分类，对于养花的功效也不太一样。下面就把药品按照功效分类，详细介绍一下各自的功效，这样家里以后再有过期的药品，就可以参照这个来废物利用了。1. 维生素类。1. 维生素 C 片。将过期维生素 C 片碾碎，加入适量的水中搅拌均匀，喷洒在花叶上，能增强花叶的光合作用，增强植物抵抗力。2. 维生素 B 片。把过期的维生素 B 片放入浇花水中浸泡2至3小时，然后用来浇花，能促进花草的生长。3. 维生素 E 油。将过期维生素 E 油滴在干燥的土壤上，然后再铺上一层土，能促进植物的生长和开花。4. 维生素 K 片。将维生素 K 片放入水中溶解，然后将此水倒在花盆中，可以提高花卉的抗病能力。2. 保健品类。1. 葡萄籽提取物。将过期的葡萄籽提取物稀释后喷洒在花叶上，具有抗氧化和抗衰老的作用，可以减少花朵的凋谢速度。2. 鱼油。将过期的鱼油加入喷壶中，稀释后喷洒在花叶上，可以增加植物的养分吸收，促进植物生长。3. 大豆异黄酮。将过期大豆异黄酮研磨成粉末，然后撒在植物的根部，能促进植物的生长和开花。4. 左旋肉碱。将过期的左旋肉碱稀释后浇水，能提高植物的免疫力，增强植物的抗逆能力。5. 钙片。过期钙片可以用来养花，有着很好的效果，因为植物想要更好的生长，也是离不开钙质的。用钙片养花能够让植物的染色体形成以及细胞的发育变得更好，也可以和果胶酸反应以后形成果胶酸钙，让细胞分裂生长变得更好。3. 消化药类。1. 片仔癀。将过期的片子黄加入喷壶中稀释后喷洒在花叶上，可以抑制花叶上的病菌生长，保护花叶免受病害侵害。2. 胃康灵。将过期的胃康灵加入水中喷洒在土壤上，可以改善土壤的酸碱度，为花草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。3. 消食片。消食片主要成分是山楂，富含维生素 C， 健胃促消化，加水溶解后可以改善土壤酸碱度，减少黄叶，促进开花。对于茉莉、栀子、茶花这类喜酸性的花尤其好。4. 退烧药类。1. 对乙酰氨基酚。将过期的对乙酰氨基酚稀释后浇水，能增强花卉的免疫力，预防病害。2. 阿司匹林。将过期的阿司匹林研碎后撒在土壤上，能改善土壤的质地，提高植物的生长速度。3. 布洛芬。
将过期的布洛芬稀释后浇水，能促进花卉的生长和开花。5. 其他药品。1. 抗生素类。将过期的抗生素类药品放入喷壶中稀释，喷洒在花叶上，能杀菌消毒，保护花朵不受病害侵害。2. 眼药水。将过期的眼药水滴在土壤上，能预防土壤细菌，防止烂根烂叶。3. 肌肉松弛剂。将过期的肌肉松弛剂加入喷壶中稀释后，喷洒在花叶上，能促进植物的生长和开花。你还用过哪些药品或者废物养花？欢迎分享出来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过期药品养花的内容，希望这些信息能够帮助到你。如果喜欢花花的内容，欢迎点赞、订阅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。我们下期再见。